我今天来再次打卡去年7月在巴黎吃的惊喜的餐厅。上次视频一个羊肉一个茄子，吃的真的太惊艳了，所以今天又想再来吃一下。我今天选的是特价午餐，35欧元一个人，前菜、主菜、甜点。我先说结论，还是得1分钱1分货，味道可以，但确实不惊艳，还是得单点吃贵的。我现在是尽量先选最便宜的试试水。我也刷抖音看了很多米其林3星的踩雷，有些也不是难吃，就是感觉吃完一整道太普通。我妈咖塞这种玩意儿不能后悔就太烦。这家店的老板好像是越南人，我现在感觉有亚洲人的餐厅好像会好一点，稍微做的细一点，好像我喜欢吃的这些都是亚洲人的。巴黎吃过这些店的菜单，我感觉国内写不出来。如果要写出来负法律责任真实的话，那冰冻肉半成品预制菜基本没办法写。法国的这个菜单基本承诺所有肉都是法国产的。国内有良心的店家，我建议也学写这种菜单，不写的基本可以默认是冰冻肉了，写了基本可以负法律责任。国内也有很多抖音上的维权哥，敢写的话基本问题不大。他们家在米其林推荐上是农场时令菜，他们家的食材确实有很多让我惊艳的。像这种店的经营模式基本不可能评选为法国米其林带星的，带星我感觉还要看服务员的穿着或者是菜单，就大部分都是那种套餐形式的。我只遇到过一家，目前没服务员是米其林1星的，味道确实让我惊艳，过几期我再发。我感觉米其林3星是要看餐厅面积和环境的，太小的那种也不可能是3星。国外员工成本很高的，搞一堆穿西装的成本很高的，卖300-400欧元一个人，租那么大的店，可能只能压缩食材成本了。我推理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们指出。说一家米其林3星给我，餐厅面积小，人员少，没穿着随意，没服务，但是评选是3星的。你们可以推荐我一家真正3星味道好，不看服务，纯吃味道的。我穷，珍惜钱，踩雷一肚子气，现在都不敢乱验证很多餐厅了。除非哪天做视频能回血，那就可以随便去乱验证那些贵的，浪费说实话也无所谓。奶油牛肝菌汤满分，不惊艳，但味道浓郁，奶油品质很高，很香醇不腻，跟脑子里普通西餐厅的蘑菇汤不是一种东西。猪肝鸡肝冻没有一丝腥味，保留原有食材的味道，能吃出来是鸡肝猪肝做的，而且还类似是生的都能没腥味，吃着又是类似肉饼的味道。就这道菜水平实在太高了，食材必须很新鲜，去腥技术必须很高超才行。来他们家可以往难度高的菜去点，我去很多店都不敢点难度高的菜。难度高的是什么菜？就是那些内脏呀，什么奇怪的动物这些，或者是生的。面包很用心，有南瓜的和原味的，酸味很淡，符合亚洲人的口味，品质也很高。紫色卷心菜很脆，里面都是水，他们家的蔬菜在这种价位品质是不一样的。生菜一咬就爆脆甜的水，跟普通的那些店完全不一样。西餐大部分生菜我都不吃的，而且它在菜上淋了一层清爽的醋汁，还带点甜味，让清新的口味又升一级。这个价位用心的，
普通的店也会淋，但淋的跟这不是一个东西。又配了一盘菜配主菜，这一盘是熟的菜。草莓酱很好吃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制的，感觉像自制的，甜的很独特，都形容不来，微微带一点酸味。胡萝卜口感很实，带一点清甜，跟国内普通的不太一样。我们选的香草牛肉派和卡奥尔红酒炖猪脸肉，香草风味的南瓜泥挺好吃的，满分。下面牛肉就是类似汉堡肉的味道，牛肉很普通，吃太大块还会有一点咸。这个菜根也很好吃，没炖烂，但是口感挺软糯的。猪肉酒味很浓，但能吃出来可能猪没放血，有点猪骚味。不太建议吃国外的猪肉，没中国的好吃。好像只有伊比利亚的猪肉味道是正常的，跟国内一样的味道。刚才类似五花肉小条猪肉，类似国内烟熏火腿的味道。它压猪骚味是压下去了，但是我能吃出来压了，本身是有骚味的猪的。反正出国不太建议吃猪肉，平均水平都不太行，但是没办法，有时候只能选这个。我妈是没吃出来有没有猪骚味的，因为它那个酒味道很重，而且有点咸，普通人可能不太吃得出来。我最近吃的几个餐厅好像都看到这道菜，建议别点。国内红烧肉拿来这里直接降维打击，这类菜确实做的不如国内。它刚才有个蘑菇，味道还行吧，带点奶油香味。苹果派甜点几乎满分，上面有个太妃糖，缺点就是这种做法稍微有点油。苹果派是完全不甜的，挺好吃的。上面这个糖配下面的面不是甜腻，是糖的香浓味。甜点是有水平的，就是有一点油，糖是有糖香的。还是不建议点特价套餐，基本没什么大菜，不太适合中国人。上次给5颗星吃羊肉真的太优秀了。